五一结婚旺季，婚庆订单爆单，但我还是把五一黄金档的全套专属婚庆服务档期留给了合作5年的老客户赵凯。谁知赵凯带着4个伴郎来付尾款时，却当场黑了脸。凭什么我办这场婚庆要5万8，人家散客找你只要3万8？我愣了愣，耐心解释，那位客户的3万8只包含酒席和场景布置，不包含酒店客房、婚车车队、接亲和全程双机位、精修等等，光这些就要3万多。所以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他狠狠一巴掌打断，脸颊瞬间传来火辣辣的疼。你少在这找借口！我代表我们公司跟你合作5年了，我结婚，你给我的价格竟然比散客还贵！现在要么按3万8给我差价，要么这婚礼我就不在你这儿办了。我捂着红肿的脸，压着满心的委屈和火气，当场给他办理了解约手续。随后，我立刻联系了之前被我婉拒定档5一就要结婚，却迟迟找不到婚庆团队的新娘瑶瑶。瑶瑶得知我这里还有5一黄金档的空档期，当场就转来了全款定金，语气里满是止不住的感激。太好了，我差点以为我婚礼要裸办了，5一的婚庆档早就抢空了，问了10几家都没档期。沈老板，你真的救了我的命！此时此刻，手机也弹出了行业推送：5一婚礼潮全面爆发，全程婚庆黄金档全线爆满，万元档口一期难求。赵凯上前一步，瞪大双眼问我：沈老板，你什么意思？你给我这场婚礼全案报的是5万8，怎么刚才我听你说别加3万8就能做？你这是明摆着杀熟啊！我捂着火辣辣的脸，压下心头的震惊和愤怒。赵经理，你误会了，你问的别加3万8的报价是淡季的基础配置，只包含酒席和基础的场景布置，不包含酒店客房、婚车车队、接亲和全程双机位精修等等，跟你订的这个全案套餐根本不是一回事儿。可赵凯却根本不听我讲，他激动得唾沫横飞。误会？我看你是把我当傻子耍！不就是一个婚宴场地和几间房吗？能值几个钱？我跟你合作快5年了，公司领导子女结婚、同事婚礼、亲戚家的喜事，全是找你操办的。你就是看我是老客户，觉得我好欺负，故意抬高价格。我依旧保持着冷静，尽管手心已经攥得发紧。赵经理，话不能这么说，你这5万8的全案包含了高档酒店、30桌的婚宴，还有20间配套的接亲婚房、8辆头车的高端接亲车队，甚至连宾客的伴手礼我都提前给你敲定好了。比同期同配置的订单，我直接给你便宜了3万多，真的是贴着成本给你做的。不信你可以去问问全城任何一家婚庆，同样的5一黄金档全案配置，他们至少要收8万以上。可赵凯却毫不领情。我不管别人怎么样，我只知道你给别人的价格比给我的低，要么你就把总价给我降到3万8，所有订好的服务一项都不能少，要么你就全额退我定金，还得给我找好更便宜的婚庆公司。赵凯是他们公司的活动策划经理，我和他合作这5年，哪一次都是给他把价格压到最低，场面做得最足，让他在公司和亲戚面前赚足了面子。说白了，他能在现在的公司坐稳策划经理的位置，一半都靠我给他擦屁股。现在他选在5一黄金周第1天办婚礼，懂行的都知道，5一的婚礼档提前1年定都不夸张，更别说1号当天的顶级黄金档。我和他们公司合作了5年，我守着给他底价的原则也守了5年，别家婚庆公司的报价都翻了2倍，我还是给他最低价。他倒好，还动手打人，但我还是压着性子。赵经理，你要是觉得这2万的差价你亏了，可以和别家一样以3万8块定基础配置，但额外服务我们就不能赠送啦。赵凯听我这样说，敬礼不直气也壮。不行，我就是看中你这全案配置才过来定的，你的额外服务取消了，我干嘛要选择你的婚庆公司？说白了，他就是想占尽便宜，3万8块的基础价要享受5万8块的全案服务。可我这也不是开慈善的。赵凯继续威胁道：今天你要是不答应我的要求，我现在就取消订单，让你5一的黄金档彻底空窗，我看你到时候找谁填档期。就连公司里的员工都气得涨红了脸，忍不住开口反驳：你这人怎么这样啊？5一的档期早就挤爆了，我们没涨价，还给你压到了成本价，提供这么多服务，你怎么这么不知足？赵凯嗤笑一声，斜着眼睛看我。到底是我不知足，还是你们这个老板都不知足？为了挣钱连良心都没了，赶紧的，要么降价，要么退定金。他带来的4个伴郎也跟着帮腔，往前凑了一步，把我围在中间，七嘴八舌地威胁我道：你要是不答应，我们就在网上全网曝光你这家黑店。对，让所有人都知道你们这家店是黑心婚庆，哪有你这种杀熟的老板？
太黑心了！38000我们也不定了，赶紧退定金。我深吸一口气，稳定了一下情绪。开玩笑，我还怕没客户填档期吗？为了他这个老客户，我留了半年的黄金档，推了无数客户。现在看来，这个客户没有任何维护必要了。我扯动嘴角，露出一个冰冷的笑。好，我现在就帮你们办理全额退款。赵凯脸上瞬间露出得意的神色。赶紧退了，耽误我时间。我告诉你，有的是婚庆公司求着我们定。财务拿着合同和转账记录，当场就把他付的3万块定金全额退给了他。我走到一边，拿出手机拨通了瑶瑶的电话。瑶瑶是半个月前就找过我的新娘，说婚期临时改到了5·1，问我有没有档期。当时我已经答应了赵凯，把5·1的核心资源全留给了他，根本腾不出档期，只能婉拒了他。瑶瑶当时急得都快哭了，说这场婚礼是她筹备了很久的心愿，要是黄了，她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让我要是有档期了，一定第一时间告诉他。电话响了一声就被接起。瑶瑶，你先前不是说婚期改到5·1，急着找婚礼档期吗？没有啊，现在婚庆公司的档期太难定了，我就是因为没定到档期，正准备一个个通知亲友取消婚礼了呢。这婚怕是结不成了。我立马安慰他道：瑶瑶，我这儿有档期，5·1黄金档的顶级资源我全给你留着，你要定吗？沈老板说他可以，这是真的吗？真的有档期？沈老板，你没骗我吧？要定，多少钱我都定。我按照给赵凯的价格一字一句地说5万8的全案，包5星级酒店30桌婚宴酒席，20间接亲婚房，8辆高端接亲车队，顶级4大金刚，连宾客伴手礼都全部包含。瑶瑶兴奋地带着哭腔说：天哪，你是在做慈善吧？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不行，我得赶紧付定金，不然我的档期又要被别人抢了。我的手机提示3万块已到账。瑶瑶向我承诺道：这3万块是定金，剩下的尾款等我到了工作室签合同的时候一次性付清。沈老板，你可千万要把档期给我留好了，你真是救了我命了。我连连应答，心里没有半分因为赵凯退单的不悦，反而无比轻松。赵凯说的对，想挣钱确实不能太有良心。挂断电话，我回到接待区，财务已经办理好所有退款手续，定金一分不少的退给了赵凯。赵凯还浑然不知，我已经把原来给他的档期给了瑶瑶。在接待区和他的伴郎们得意地说道：看到没，对付这种黑心老板就得硬气。走，我们找更好的婚庆公司去，让他守着空档期哭去吧。伴郎们跟着赵凯走到工作室门口，却又停住了脚步。现在是下午2点，距离5·1婚礼只剩不到1天时间，全城的婚庆公司黄金档早就被抢空了，临时找档期根本不可能。赵凯这么好面子的人，自然不肯承认自己没了退路。他犹豫了一下，跟伴郎们说：不行，我明天就要结婚，他现在坐地起价，必须给我找到更便宜的婚庆公司，否则我们就不走了。说完，他率先走回接待区，一屁股坐在沙发上，翘起2郎腿，玩起了手机。他的伴郎们面面相觑，也只能跟着坐了下来。对于他们的无理取闹，我完全置之不理。5个人把工作室接待区的沙发坐得满满当当，员工看着他们5个人，厌恶地跟我吐槽道：他们怎么好意思坐在咱们工作室的沙发上？刚跟老板闹完还赖在这儿不走，真恶心。但我却和员工说，就让他们在这坐着吧，毕竟我还盼着他们能亲眼看到瑶瑶来工作室签合同呢。我要让他们知道谁才是那个笑话。时间1分1秒的过去，墙上的时钟滴答滴答的响。一开始赵凯还挺得意，刷着手机哼着小曲，时不时还瞪我一眼，一副胜利者的姿态。可过了1个小时，他就开始坐不住了，不停地看手表，时不时站起来到门口抽根烟。他的伴郎们也开始不耐烦了。又过了1个小时，下午4点，有几对新人走进工作室，询问有没有5·1的档期。老板，还有5·1的婚礼档期吗？我们要定。赵凯看到这一幕，眼睛亮了起来，跟他的伴郎们说：看到没，他拒绝散客，就是等着我们回去求他呢。我在心里冷笑一声，我才不会求他。赵凯继续和他的伴郎们吹嘘，他肯定会过来跟我们说好话，到时候我们就咬死3万8，还让他保留所有服务。伴郎们听了也纷纷点头，觉得赵凯说的有道理。又有几波新人来问档期，我因为接待了瑶瑶，只能一一拒绝。赵凯翘着2郎
工作室，脸上洋溢兴奋的笑容。我立刻站起身迎了上去，脸上露出了真诚的笑容。瑶瑶，你可算来了，档期和所有资源都给你们准备好了，全是51最好的配置。瑶瑶紧紧握着我的手。沈老板，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啊！我本来以为我这场婚礼彻底办不成了，都准备跟亲友道歉取消了。我未婚夫工作很忙，又没时间规划这些，他也快急死了。你这下直接挽回了我的婚礼，大恩不言谢。以后我所有朋友结婚，我全推给你。瑶瑶和我核对合同，根本没空理会赵凯。赵凯和他的4个伴郎傻愣愣地站在一边，看着眼前的景象，一个个目瞪口呆。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在他们提出毁约之后，我还能这么快就接待了新的客户，还是用给他们的原价。赵凯的脸一阵红一阵白，像个调色盘一样。赵凯猛地冲我抬眼看向面目狰狞的赵凯，脸上没有半分波澜。从前我念着情分，处处给他留着体面，如今他自己撕破了脸，我自然也没有再惯着他的道理。我弯腰捡起散落在地上的预定协议，轻轻放在桌面上，指尖点了点上面的违约条款。协议上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临婚期半个月内单方面取消订单，定金不予退还，是他自己执意要我退款，主动放弃了这个档期。赵凯看着协议上的条款，半天说不出一句反驳的话，他只能继续撒泼，说我就算站这里，也不该断了他的婚事，说我这么做是缺德，会遭报应。他掏出手机对着我一顿乱拍，说要把我的所作所为发到网上，让全城的人都看看我这家黑店的真面目，让我以后再也接不到一单生意。我抱着胳膊看着他上蹿下跳的样子，只觉得无比可笑。就在这时，他的手机突然疯狂响了起来，来电显示是未婚妻林婉。赵凯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手忙脚乱的想要挂断电话，却不小心按到了免提。电话那头传来林婉带着哭腔的质问，问他婚礼的场地和婚庆到底出了什么事。酒店刚刚给他打电话，说场地已经被取消了。赵凯整个人瞬间僵在原地。赵凯手忙脚乱的捂住手机，慌慌张张的跑到工作室门口去接电话，背对着我不停弯腰点头，嘴里反复说着解释的话。我隔着一段距离都能听到电话那头林婉歇斯底里的哭声和质问。此时赵凯脸上的嚣张和狠戾荡然无存，只剩下掩饰不住的慌乱。他快步走到我面前，语气里第一次带上了哀求，说刚才都是他的错，是他鬼迷心窍，求我把档期还给他，价格就按之前说好的5万8，他现在就付全款。我看着他这副前居后恭的样子，只觉得无比讽刺。4个小时前他还带着人围着我威胁恐吓，摔东西骂我黑店，逼我降价2万，现在走投无路了，又反过来求我，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我直接摇了摇头，告诉他合同已经签了，所有的资源都已经对接给了瑶瑶，不可能再更改。赵凯一听这话，瞬间红了眼，扑通一声就给我跪了下来，拽着我的裤腿不停哀求，说这场婚礼对他有多重要，说
说林婉家要是知道了这事，一定会跟他退婚。我往后退了一步，避开了他的触碰，没有半分心软。他当初拿着5年的情分逼我亏本做婚礼的时候，怎么没想过会有今天的下场？就在我们僵持的时候，工作室的门被猛地推开，妆容精致却满脸泪痕的林婉站在门口，眼睛死死地盯着跪在地上的赵凯。他刚才在电话里就起了疑心，直接开车赶了过来。林婉一步步走进工作室，高跟鞋踩在地板上的声音在空旷的房间里显得格外清晰。赵凯吓得瞬间从地上弹了起来，手忙脚乱的想要擦干净脸上的泪痕，张嘴就要跟林婉解释。林婉抬手打断了他的话，目光扫过桌面上的2份合同，一份是他和赵凯之前签的预定协议，一份是我刚和瑶瑶签好的正式合同。他拿起2份合同，一页一页的翻看着，指尖因为用力而微微颤抖。我站在一旁，没有多说一句话，所有的真相都写在合同里，一目了然。林婉很快就看完了所有内容，也弄清楚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他终于知道自己心心念念筹备了半年的婚礼，在婚礼前一天被他的未婚夫亲手做没了。林婉把合同狠狠摔在赵凯脸上，积攒了许久的情绪终于彻底爆发。赵凯，这婚我不结了。赵凯瞬间慌了神，伸手想要去抱林婉，却被他一把推开。他不停跟林婉道歉，说都是我的错，是我坐地起价杀熟，是我故意把档期卖给别人，故意毁了他们的婚礼。林婉看着他颠倒黑白的样子，眼神里只剩下彻底的失望。他拿出手机，当场就给酒店的销售经理打了电话，问能不能取消婚宴和婚房的预定。销售经理的回复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愣在了原地。销售经理在电话里说得很清楚，这个档期的场地使用权早就随着婚庆合同的转让一并转到了瑶瑶名下，现在酒店的宴会厅和婚房已经和赵凯、林婉没有任何关系了。赵凯听到这话，整个人像是被雷劈了一样，呆站在原地，半天都没回过神。他当初为了省事，所有的酒店对接、车队预定、伴手礼定制，全都是交给我一手操办的，所有的合同主体都是我的婚庆工作室，他只负责给定金，等着婚礼当天坐享其成。根本没想过我会真的把所有资源一并转让出去。林婉挂了电话，看着眼前烂泥扶不上墙的赵凯，连最后一丝留恋都没了。他转身就往外走，没有再看赵凯一眼，说婚礼的事到此为止，两家的家长明天一早就见面谈退婚的事。赵凯疯了一样追了出去，嘴里不停喊着林婉的名字，哀求他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工作室的门被风吹的一声关上，整个世界终于安静了下来。我收拾好东西，锁了工作室的门，开车回了家，连夜和团队对接好了第2天婚礼的所有流程，确保万无一失。可我没想到，赵凯被林婉甩开之后，并没有就此收手，反而把所有的怨气都算在了我的头上。第2天一早，我刚带着团队到酒店布置现场，就看到赵凯带着10几个亲戚堵在了酒店的大门口。5一的清晨，酒店门口人来人往，全都是来参加婚礼的宾客。赵凯带着10几个人堵在正门口，手里举着打印好的大字报，上面写着黑心婚庆杀熟、毁人婚礼、还我公道之类的话。他拿着手机对着酒店门口直播，说我恶意毁约，抢了他的婚礼档期，让他的婚礼泡汤，害他被未婚妻退婚。周围的宾客纷纷停下脚步，拿出手机拍照录像，议论声此起彼伏。跟我一起过来的团队员工都吓得脸色发白，下意识地往我身后躲。瑶瑶和她的未婚夫马上就要到酒店接亲了，要是被这场闹剧影响到，我之前所有的努力就都白费了。我深吸了一口气，让团队的人先带着物料从侧门进宴会厅布置，不要被门口的闹剧影响。我自己则停下脚步，转身朝着赵凯走了过去。赵凯看到我过来，像是打了鸡血一样，举着手机就凑到了我面前，把镜头怼到了我的脸上，嘴里喊得更大声了，说我这个黑心老板终于敢露面了。周围的人也瞬间围了上来，对着我指指点点，眼神里全是质疑和指责。我没有丝毫慌张，而是当着所有围观群众和直播镜头的面，把整件事的来龙去脉说得清清楚楚。全场瞬间安静了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齐刷刷地转向了脸色惨白的赵凯。我没有给赵凯任何反驳的机会，当场拿出了手机，点开了提前准备好的证据。赵凯与我这5年来的所有合作记录，每一笔订单的报价单、合同、聊天记录，全都清晰可见。每一次他找我操办的婚礼，我给的价格都远低于市场价，帮他把场面做得滴水不漏，让他在领导和亲友面前赚足了面子。接着，我放出了这次婚礼的预定协议，还有他逼我降价的录音。录音里他威胁我的话，清晰地传进了每一个人的耳朵里。所谓的杀
他叔从头到尾都是他为了压价编造出来的谎言。围观的群众看完所有证据，瞬间炸开了锅，议论的风向瞬间反转，所有人都对着赵凯指指点点，骂他忘恩负义、不要脸。赵凯举着手机的手不停颤抖，脸色惨白如纸，嘴里反复说着我伪造证据，说我血口喷人。可他的辩解在铁证面前显得无比苍白无力。跟着他过来的亲戚也终于弄清楚了事情的真相，纷纷放下了手里的大字报，脸上满是尴尬，悄悄往后退，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就在这时，一辆黑色的宾利缓缓停在了酒店门口，车门打开，穿着洁白婚纱的瑶瑶和她的未婚夫一起从车上走了下来。瑶瑶的未婚夫看到门口的闹剧，眉头瞬间皱了起来，眼神冷得像冰。赵凯看到瑶瑶未婚夫的那一刻，整个人瞬间僵在了原地，脸上的嚣张和蛮横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剩下极致的惊恐。他怎么也想不到，抢了他婚礼档期的新娘未婚夫竟然是他公司的董事长张成。张成是他上司的顶头上司，是他平日里连见一面都难的大老板。他刚才在直播里颠倒黑白撒泼闹事，全被自己的张成看在了眼里。赵凯吓得腿一软，差点直接跪下来，手里的手机和大字报都掉在了地上。我让张成先带着瑶瑶进去，别耽误了接亲的吉时。张成点了点头，护着瑶瑶往酒店里走。路过赵凯身边的时候，脚步顿了一下，冷冷地扫了他一眼。那一眼没有任何多余的情绪，却让赵凯浑身发冷，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围观的群众看到这一幕，更是议论纷纷，说赵凯真是踢到铁板了，活该有今天的下场。赵凯站在原地，浑身僵硬，看着张成和瑶瑶走进酒店的背影，半天都没回过神。他终于意识到，自己这次不仅仅是丢了婚礼，更是把自己的前途也一并做没了。就在这时，他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是公司人事总监打来的电话。赵凯手忙脚乱地接起电话，整个人都在微微颤抖，连说话的声音都带着哭腔。电话那头，人事总监的语气冰冷又严肃，没有半分多余的寒暄。人事总监直接通知他，因为他的个人行为给公司造成了极其恶劣的负面影响，公司经过研究决定，正式解除和他的劳动合同，即刻生效。除此之外，公司审计部已经收到了举报，正在调查他这几年利用职务之便在供应商合作中吃回扣的事，让他随时配合调查。赵凯拿着手机，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所有的骨头，瘫软地坐在了地上。他怎么也想不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他原本只是想靠着威胁逼我给他想2万块钱省一笔婚礼的开支，可现在婚礼没了，未婚妻没了，连他奋斗了这么多年才坐稳的经理职位也没了，甚至还要面临公司的审计调查。围观的群众看着他这副失魂落魄的样子，没有半分同情，反而纷纷拿出手机拍照，说他这是自作自受，罪有应得。酒店的保安也走了过来，客气却强硬地请他和他的亲戚离开，不要影响酒店的正常营业。赵凯的亲戚们早就觉得丢人，听到保安的话，纷纷转身就走，没有一个人留下来扶他一把，只剩下赵凯一个人瘫坐在酒店门口的地上，像个丧家之犬。我以为赵凯经历了这么大的打击，应该会就此收手，不会再闹出什么幺蛾子，可我没想到他竟然会破罐子破摔，做出更极端的事情来。瑶瑶的婚礼办得非常顺利，我提前准备的所有布置都完美的呈现了出来。宴会厅里鲜花簇拥，灯光璀璨，每一个细节都做到了极致。瑶瑶穿着婚纱走出来的时候，眼里满是幸福的光芒，在场的宾客都忍不住发出了赞叹声。张成看着瑶瑶的眼神更是满是宠溺，全程紧紧牵着她的手，没有松开过。婚礼仪式结束的时候，瑶瑶特意拉着张成走到我面前，当着所有宾客的面郑重地向我道谢。她说如果不是我，她根本不可能在5一拥有这么一场完美的婚礼，她这辈子都会记得我的这份情。在场的很多宾客都是各行各业有头有脸的人物，听完瑶瑶的话，都纷纷看向我，眼神里满是认可。婚礼结束之后，很多宾客都主动过来加我的微信，说以后家里有喜事一定会找我操办。我笑着一一应下，心里满是成就感。这场原本可能会赔本的空档期，不仅没有让我有任何损失，反而让我收获了无数的好评和潜在的客户。等我忙完所有的收尾工作，带着团队离开酒店的时候，已经是晚上8点多了。我开车回到工作室，准备收拾一下东西就回家休息，却发现工作室的玻璃门被人砸得粉碎，地上全是玻璃碎片，工作室里的电脑、打印机、桌椅全都被砸得稀烂，墙上的策划案被撕得粉碎，散落了一地。不用想也知道这件事一定是赵凯干的。我站在一片狼藉的工作室门口，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没有踏进去破坏现场。接着我直接拨打了报警电话，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的跟警察说了清楚。挂了电话之后，我给团队的员工打了电话，跟他们说了工作室被砸的事，让他们不用过来，先在家休息，明天等通知。员工们听到消息都气得不行，纷纷说肯定是赵凯干的，
说他简直是疯了。我安抚好员工的情绪，挂了电话，站在门口等着警察过来。夜色越来越深，街道上的行人越来越少，风吹过破碎的玻璃门，发出呜呜的声响，带着刺骨的寒意。看着满地的狼藉，我心里没有半分害怕，只剩下满满的愤怒。我和赵凯合作5年，处处给他留情面，给他最低的价格，帮他笼络人脉，让他坐稳了经理的位置。就算他最后翻脸不认人，逼我降价，我也只是退了他的定金，把档期转给了别人，没有做过任何针对他的事。就在这时，警车的灯光划破了夜色，停在了工作室门口。警察从车上走了下来，我深吸了一口气，整理了一下情绪，朝着警察走了过去。这件事绝不会就这么算了。警察到了之后，先是对现场进行了仔细的勘查，拍照取证，提取了现场的指纹和脚印。接着，警察给我做了详细的笔录，问清楚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还有我和赵凯之间的矛盾。我把所有的证据，包括之前的合同、录音、赵凯在酒店门口闹事的视频，全都提交给了警察。警察看完所有证据，跟我说他们会立刻展开调查，调取工作室门口和周边的监控，尽快找到嫌疑人，给我一个答复。做完笔录已经是后半夜了。警察离开之后，我找了开锁师傅，先把破碎的玻璃门临时封了起来，避免有人进去破坏剩下的东西。深夜，我躺在床上，却一点睡意都没有，脑子里全是这2天发生的事。我从大学毕业就开始做婚庆，一步一步把工作室做起来，熬过了无数个通宵，吃过了无数的苦，才有了今天的成绩。这家工作室就像是我的孩子一样，承载了我所有的心血和梦想，现在却被赵凯砸得稀烂。想着想着，我不知不觉进入梦乡。第2天一早，我刚睡醒就接到了警察打来的电话。警察告诉我，他们已经调取了周边的监控，监控清晰地拍到昨天晚上砸工作室的人就是赵凯，而且他们已经查到了赵凯的下落，现在就在附近的一家宾馆里。警察问我要不要一起过去，他们现在就要去宾馆抓人。我立刻起身换了衣服，开车赶到了警察说的那家宾馆。我到的时候，警察已经在宾馆门口等着了，看到我过来，跟我点了点头，带着我一起上了楼。警察敲开了宾馆房间的门，开门的人正是满脸憔悴、胡子拉碴的赵凯。他看到警察的那一刻，整个人瞬间僵住了，眼神里满是惊恐，下意识的就想要关门。警察一把推开了门，出示了证件，告诉他涉嫌故意损坏财物，现在要带他回派出所接受调查。赵凯的目光越过警察，看到了站在后面的我，眼神里瞬间充满了怨毒，像是要把我生吞活剥一样。他猛地朝着我冲过来，嘴里喊着都是我的错，是我毁了他的一切，他要跟我同归于尽。警察眼疾手快，一把按住了他，给他戴上了手铐，把他死死地按在了墙上。赵凯不停挣扎，嘴里骂着污言秽语，整个人已经彻底疯魔了。我看着他这副样子，脸上没有半分波澜，心里没有一丝一毫的同情。路是他自己选的，所有的后果都该由他自己承担。警察把赵凯带走了，临走前跟我说，让我下午去派出所做一下后续的笔录，还要统计一下工作室的损失，提交相关的赔偿申请。我点了点头，看着警车带着赵凯离开，心里压了许久的石头终于落了地。赵凯被抓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紧接着更多关于他的黑料也被人扒了出来。最先爆出赵凯黑料的是之前和他合作过的其他供应商，有人在本地的行业论坛里发了长文，细数了赵凯这几年的所作所为。原来赵凯不仅仅是坑
作室的装修很快就完成了，比之前更宽敞、更明亮。团队的员工们也都干劲十足，每天都忙着对接新的客户，做新的策划案。之前被赵凯砸坏的东西，赵凯的家人找过我几次，想要赔钱给我，求我出具谅解书，帮赵凯减刑。我直接拒绝了他们的请求。赵凯做这些事的时候，就该想到会有今天的下场。我没有义务为他的错误买单，更何况他砸的不仅仅是我的工作室，更是我这么多年的心血。我不可能就这么轻易原谅他。赵凯的家人看我态度坚决，也没有再来找过我。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的工作室越做越大，从原来的小工作室变成了全城有名的高端婚庆品牌。很多外地的客户都特意开车过来找我帮他们操办婚礼。我也始终记得自己的初心，认真对待每一场婚礼，给每一对新人都留下最完美的回忆。期间林婉也来找过我一次，她跟我说她已经彻底和赵凯断干净了，开始了新的生活。我看着她眼里重新亮起来的光芒，真心替她感到高兴。她值得更好的人，而不是赵凯这样只会靠坑蒙拐骗过日子的人。我以为我和赵凯之间的纠葛到这里就彻底结束了，可我没想到半年之后，我竟然又一次见到了赵凯，而他的样子让我彻底愣住了。那是年底的一场行业峰会，我作为优秀商家代表受邀上台发言。峰会结束之后，我正和几个同行交流，突然有一个人拦住了我的去路。那个人穿着破旧的外套，头发乱糟糟的，满脸的沧桑，瘦得脱了相，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了10几岁。我愣了好半天才认出来，这个人竟然是赵凯。我怎么也想不到，曾经那个西装革履、意气风发的策划经理会变成现在这副样子。赵凯看到我认出了他，脸上露出了尴尬又讨好的笑容，搓着手跟我打招呼。我看着他，脸上没有半分表情，问他找我有什么事。赵凯先是跟我道了歉，说之前的事都是他的错，是他鬼迷心窍，对不起我。接着他就开始跟我哭诉，说他这半年过得有多惨，他因为故意损坏财物被拘留了15天，赔了我所有的损失。紧接着他又因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判了缓刑，留下了案底。有了案底之后，没有任何一家公司愿意录用他，他找了半年的工作都没人要，之前的亲戚朋友也都躲着他，没人愿意帮他一把。他的父母也因为他的事气得住了院，家里的积蓄都花光了，日子过得举步维艰。赵凯说他知道错了，求我给他一个机会，让他来我的工作室打工，干什么都行，哪怕是打杂，只要给他一口饭吃就行。我看着他这副可怜兮兮的样子，心里没有半分波澜，直接开口拒绝了他的请求。而我的拒绝让他脸上的讨好瞬间变成了怨毒。赵凯听到我的拒绝，瞬间收起了脸上的讨好和卑微，眼神里的怨毒几乎要溢出来。他说他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全都是拜我所赐。我现在功成名就，生意越做越大，而他却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我必须要对他负责。我看着他颠倒黑白的样子，只觉得无比可笑。都到了这个地步，他还是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而是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别人的身上。我告诉他，他今天的下场全都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当初是他自己逼着我退定金，是他自己在酒店门口闹事抹黑我，是他自己砸了我的工作室，是他自己利用职务之便收回扣。所有的选择都是他自己做的，所有的后果自然也该由他自己承担。我说完就绕过他，准备离开，不想再跟他多说一句废话。可他却猛地伸手，一把抓住了我的手腕，力气大得吓人，像是要把我的手腕捏碎一样。他嘴里骂着污言秽语，说我今天不答应他，他就不让我走，大不了就同归于尽。周围的同行看到这一幕，纷纷围了过来，想要拉开他，还有人拿出手机准备报警。就在这时，会场的保安赶了过来，一把拉开了赵凯，把他死死地按在了地上。赵凯还在不停挣扎，嘴里骂着不堪入耳的话，整个人已经彻底失去了理智。保安拖着他往外走，他的目光死死地盯着我，充满了怨毒和不甘。我看着他被拖出去的背影，心里清楚，这个人这辈子都翻不了身了。这件事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赵凯。听同行说，他被保安赶出去之后，想要找份工作都被人家赶了出来。后来他在这座城市实在混不下去了，就离开了，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而我的生活却过得越来越顺，我的婚庆公司越做越大，开了2家分店，成了省内有名的婚庆品牌。我带出来的团队也个个都是行业里的精英，能独当一面。瑶瑶和张成也和我成了很好的朋友，他们的孩子出生之后，还特意请我做了满月宴的策划。林婉也遇到了真正对她好的人，订婚的时候特意找我帮她操办订婚宴。她说她相信我的人品，也相信我能给她一场完美的仪式。我看着她脸上幸福的笑容，真心替她感到高兴。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始终记得当
当初做婚庆的初心是为了给每一对相爱的人留下最美好的回忆。我也始终记得和赵凯的这件事给我带来的教训。做生意讲究的是诚信和本分，你敬我1尺，我敬你1丈。要是有人想仗着情分、仗着身份欺负我、坑我，我也绝对不会手软。我以为我的人生就会这样安安稳稳地走下去，再也不会和赵凯有任何交集。可我没想到，1年之后，我竟然又一次听到了赵凯的消息，而这个消息让我彻底愣住了。那是1年后的5一，正好是当初瑶瑶婚礼的1周年纪念日。瑶瑶和张成特意在当初办婚礼的酒店办了一场周年宴，请了很多亲朋好友，也请了我。我到酒店的时候，正好碰到了当初赵凯公司的人事总监，他也是张成的朋友，也来参加周年宴。我们打了招呼，聊了几句，他突然跟我提起了赵凯。我愣了一下，问他赵凯怎么了。人事总监叹了口气，跟我说了赵凯的近况。赵凯离开这座城市之后，去了外地的一个小县城，找了一份工厂里的工作。可他还是改不了好高骛远、偷奸耍滑的毛病，在工厂里不好好干活，还偷偷摸走了工厂里的原材料，拿出去卖钱。被工厂发现之后，他被开除了，还被工厂报了警，赔了一大笔钱。从那之后，他就彻底破罐子破摔了，整天游手好闲，跟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欠了一屁股的赌债，债主天天上门催债。他的父母被他气得卧病在床，跟他断绝了关系。他走投无路，竟然跑去抢劫，被警察当场抓住了。因为抢劫数额巨大，还持刀威胁了受害人，情节非常严重，被判了10年有期徒刑。我听到这个消息，愣了好半天，半天都没回过神。人事总监看着我愣住的样子，摇了摇头，说赵凯有今天的下场，全都是他自己作的，怨不得别人。我点了点头，心里五味杂陈。可我没想到这件事竟然还有后续。没过多久，我竟然收到了一封从监狱里寄来的信。信是赵凯寄来的，信封上的字迹歪歪扭扭，看得出来写的时候很用力，纸都被划破了。我拿着信犹豫了很久，还是拆开了。信里的内容颠三倒四，一会儿跟我道歉，说他当初错了，不该那么对我；一会儿又开始怨天尤人，说他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全都是命不好，全都是被身边的人害的。他说他在监狱里过得生不如死，每天都活在后悔里，后悔当初不该跟我耍横，不该逼我降价。他说如果当初他乖乖按合同付尾款，顺利办完婚礼，他现在还是那个风光的策划经理，有漂亮的老婆，有稳定的工作，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在信的最后，他求我帮他一个忙，他的父母卧病在床，没人照顾，他手里还有一点之前攒下的钱，求我帮他转交给他的父母。赵凯还说他知道自己没脸求我，可他现在能联系到的人只有我了。我身边的朋友知道了这件事，都劝我不要管，说赵凯就是个白眼狼，不值得我同情，说他当初那么对我，现在落难了才想起求我，根本就不是真心悔改。我也知道赵凯这个人本性难移，就算他现在说自己后悔了，也未必是真心的。可我看着信里歪歪扭扭的字迹，想起他当初意气风发的样子，再想到他现在的下场，心里还是有些五味杂陈。我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做了一个决定，而这个决定让所有人都没想到。我按照信里的地址找到了赵凯的父母家，那是一个老旧的小区，房子很小，里面光线昏暗，到处都弥漫着一股药味。赵凯的父亲躺在床上不能动弹，母亲坐在床边，头发花白，满脸的憔悴，看起来苍老了很多。我进去的时候，他正拿着毛巾给躺在床上的老伴擦脸。看到我进来，他愣了一下，问我是谁。我做了自我介绍，跟他说了我和赵凯之间的事，也跟他说了赵凯给我寄信的事。赵凯的母亲听到赵凯的名字，瞬间红了眼，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掉。他跟我说，赵凯走到今天这个地步，都是他自己咎由自取，是他们没教好儿子，给我添了这么多麻烦，跟我道了歉。他说他们早就跟赵凯断绝了关系，不会要他的1分钱，他的钱都是来路不正的。我看着老人泪流满面的样子，心里很不是滋味。父母没有教好儿子，确实有责任，可赵凯犯下的错，不该让2个年迈的老人来承担。我没有多说什么，把带来的营养品放在了桌子上，又把提前准备好的钱放在了床头柜上。我跟老人说，这钱是我自己的，跟赵凯没有关系，让他们拿着好好看病，好好生活。老人连忙摆手，说什么都不肯要，说已经给我添了太多麻烦，不能再要我的钱。我把钱硬塞给了他，跟他说这不是为了赵凯，是我作为晚辈一点心意。说完我就转身离开了，没有再多停留。
我以为这件事到这里就彻底结束了，可我没想到，半年之后，我竟然又一次收到了赵凯的信。这一次的信字迹比上一次工整了很多，也没有了之前的颠三倒四和怨天尤人。赵凯在信里跟我说了他在监狱里的情况，他说他知道了我去看了他的父母，也知道了我给他们留了钱，帮他们请了护工，父母给他寄了照片，他们的身体好了很多，心里很感激我。他说他靠着坑蒙拐骗得到了想要的地位和面子，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直到他失去了所有，进了监狱，他才终于明白，做人最重要的是诚信和本分。是他自己亲手耗光了我对他的所有情分，也亲手毁了自己的人生。他说他会在监狱里好好改造，重新做人，等他出来之后，一定会把欠我的、欠所有人的都一点点还上。我看完信，沉默了很久，不知道他说的这些话是不是真心的，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悔改了。但我知道，就算他真的悔改了，他犯下的错也无法挽回了。他的人生已经因为他当初的贪念和蛮横，彻底拐进了岔路，再也回不到正轨了。而我也从这件事里学到了很多，成长了很多。半年之后，我的婚庆公司已经成了全国知名的连锁品牌，我在全国各地开了10几家分店，成了行业里响当当的人物。这3年里，我收到过很多次赵凯从监狱里寄来的信，我都看过，但从来没有回过。我帮他的父母请了护工，定期会去看看他们，确保他们的生活安稳。但我和赵凯之间早就已经两清了，我没有必要再和他有任何牵扯。那天我去外地的分店考察，路过一个工地的时候，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那个人穿着工地的工作服，皮肤晒得黝黑，满身的灰尘，正扛着钢筋一步步往前走。他的背有点驼，看起来很沧桑，却走得很稳，一步一个脚印。我愣了好半天才认出来，这个人是赵凯。他也看到了我，脚步顿了一下，愣在了原地，手里的钢筋差点掉在地上。我们隔着一条马路遥遥相望，谁都没有说话。3年的时间，物是人非。当初那个意气风发、不可一世的策划经理，如今成了工地上扛钢筋的工人；而当初那个被他堵在工作室里威胁的小老板，如今成了全国连锁品牌的创始人。过了很久，赵凯对着我深深地鞠了一躬，没有说话，没有多余的动作，只是一个郑重的鞠躬。鞠完躬，他扛起钢筋，转身继续往前走，没有再回头。我站在原地，看着他一步步走远的背影，心里五味杂陈。当初那场婚礼前1天的闹剧，也终于彻底落下了帷幕。很多年之后，我再想起这件事，心里还是会有很多感慨。我做婚庆这一行，见过太多的人，太多的事，见过很多相爱的人携手走进婚姻的殿堂，也见过很多人在婚礼前夕因为各种各样的事分道扬镳。很多人把诚信和情分看得比什么都重，也有很多人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就撕破脸皮背信弃义。赵凯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为了省2万块钱，丢了婚礼，丢了未婚妻，丢了工作，丢了前途，最后甚至丢了自由，把自己的人生搞得一塌糊涂。到最后才明白，人这一辈子最不能透支的是别人对你的信任，最不能消耗的是人和人之间的情分。信任一旦崩塌，就再也无法重建；情分一旦耗光，就再也找不回来了。我也学会了，善良要带锋芒，宽容要有底线。你对我好，我自然会对你更好。可你要是想欺负我、坑我，我也绝对不会任人拿捏。我始终记得自己的初心，认真对待每一场婚礼，真诚对待每一个信任我的客户。也正是因为这份真诚和本分，我的路才越走越宽，越走越稳。如今的我，依旧在婚庆这一行里深耕着，热爱着。我依旧会为了每一对新人的幸福而感动，依旧会为了一场完美的婚礼熬无数个通宵。我知道，只要我坚守本心，坚守诚信，我的路就会一直走下去。而那些背信弃义、耍小聪明的人，终究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应有的代价。这世间所有的因果，从来都不会缺席。